江南第一美人，天生给人当贱妾的玩意儿。这里是……记住，你们的容貌，所学的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们季家的繁荣昌盛。忍一忍，美人骨入体，方能脱胎换骨。待骨虫与骨肉相融，便是倾国倾城时。想不到我堂堂大夏第一协议季昭妍，竟穿越到一个架空场带云城，成为江南季家的千金大小姐。好一个江南季家，鼎盛几百年，靠的不是科举行商，而是女子的裙带，竟然专门用美人骨生生削骨，捏造出一个个美人，送到达官贵人们的后院当淫女，以此谋利。向来可都只有男人讨我欢心的份儿。贱人，你敢这样对我，我定要告诉姑母，让你再尝尝万重噬心的滋味。万重噬心，有趣。这么喜欢用蛊虫威胁人，我送给你好。别抖，万一扎歪，你的小命可就没了。你这万重噬心的效果很一般啊。原主长期遭受长辈打压、姐妹陷害，加上美人果的荼毒，早已身心俱疲，经济难安。这次被姐妹下了重药，加上宋归宇的惊吓，不慎引发心急，送了性命。是想求饶吗？想死就喊出来。表妹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觊觎你，可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是傅爷得你下的手。雪灵差人送信给我，说你昏迷了，动弹不得，我才敢来你房中。哦，那二妹妹代替我去赴宴了是吗？是，她得知姑父宴请的是京城来的钦差江大人，想借此机会攀上高枝，做他的妾室，从此飞黄腾达。她想的倒挺美。不要啊！慌什么？这又不是引动蛊虫的。你去闯入宴会转一圈，记得乖一点，别乱说话。安心去吧，你的恩怨我接了。害你之人，我会挨个送下去，向你磕头认错。讨债有先后，先拿办事的走狗开刀。怎么样，差不多了吧？再打狠一些，今天的事定会闹大，他伤轻了可不好交代。大小姐，他这时不应该正被表少爷欺负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刚才的暗器难道是他使出的？原主的身子实在太弱，甩个瓷片都有些费力，日后得好好练才行。大小姐，救命！杏儿，你还好吗？大小姐，张妈妈和周妈妈因奴婢撞见他们要谋害你，便要杀我灭口，幸亏您来了，不然奴婢就要被打死了。
没事吧？谋害主子且动用私刑，二妹和三妹的人简直疯了！杏儿，快去告诉我父亲和母亲。是。大小姐，这都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周妈妈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想活还是要死？奴婢想活，求大小姐给奴婢一条生路。你很识趣，想活命，便按我说的去做。快救火！不好了，二小姐和三小姐院子也着火了！快来人啊！再不灭火，整个后院都要烧光了！江大人，请。归宇，你胡闹什么？姑父，我被……快来人，把他抬下去！让江大人见笑了，招待不周。府渊，还不快向江大人斟酒赔礼！不必。老爷，走水了，后院整个烧起来了。贵府似有急事，季老爷不妨先行处置。这实在失礼，府渊，快带江大人去客房休息，等季某处置完府中杂事，再亲自向大人赔礼道歉。江大人，福渊扶您。不必。父亲，福渊，你向来比昭言懂事，既然占了他的机会，就别让为父失望。是，女儿这就去给江大人送醒酒汤。好一个季家，房中陈设分明已查过，竟还能神不知鬼不觉中让本王中招。江大人，福渊来给您送醒酒汤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就是你要纳我为妻。这就是那个因容貌过人险些被点为探花，最终却凭文章3元及第的绝世天才。这纯确实还行，这脸遮遮掩掩不让看，那我偏要瞧瞧。我洒在宋归宇身上的香粉，只会让他合理昏睡过去才对。眼下这症状，分明是还中了别的毒。他的体内竟同时存在红霄透骨、冰魄寒天等不下8种各类奇毒，这不正是我苦寻多年的天生阳骨圣体吗？难受吗？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现在可是我的宝贝，这么好的身体，养完骨还能收藏起来呢。现在应该好受多了吧？你可不能出事，我的小乖乖还等着你养。谁？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脸，朝廷钦差一听就很麻烦。你是谁？不好，别乱动。好像我劝你别再使用内力，不然毒性发作。连美男计都用上了，江大人可真是能屈能伸啊！谁派你来的？你对我又想做什么？都这样，还要捂着我的眼睛，不让我看？我呀，当然是爱慕大人已久。美人计可不止你会用。中了那么多毒，竟还能差点捏碎我的腕骨。江大人，这么精巧的暗器，只配麻痹之药，未免可惜。该取些见血封喉的毒，才称得上你。你究竟是谁？我自然是你未来的主人了。
藏头露尾，你只会说大话不成？叫你别用内力不听，现在难受了吧？江大人好气节，我不急，正好瞧瞧，究竟是你的意志硬，还是这红香透骨的毒更烈？红绡透骨的毒，之前我都是用内力压制，可如今越压制，毒效竟然越强烈。难道我真的只能求他帮忙了不成？帮我？帮你有何好处？你不是爱慕我吗？之前爱慕，可你竟然用毒针伤我，我因爱生恨，现在很讨厌你。季昭言，他怎么认出我的？难道是……哦，就是你要纳我为妾？想必是这句话被他听到了。真没想到江淑白一介文臣，竟有内力傍身，以至于临时制作的迷药药效不足。大人各种奇毒缠身，朝不保夕，还是不要过度煎熬心力，没准还能多活2年。无妨，戕害朝廷钦差，季氏全族会为江某陪葬。哪有戕害？大人来季家烈焰不成，反被我一个小女子占尽便宜。若传扬出去，皇上会不会质疑江大人查案的本事呢？本官的护卫很快便会赶来。我动弹不了。哎呀，看我竟然把这茬给忘了，都怪你伤透了人家的真心，记性都不好了呢。你哪里是忘了，分明是在报备本王刺伤的仇。是江某不好，伤了姑娘的心。你放心，今日过后，我定会好好补偿你。江大人多说无益，红绡透骨特殊，再拖下去，后果可非常严重哦。杀你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又没得罪人，反倒是江大人和飘案不好查吧？没人敢杀我，若我死了，皇上会血洗江南。你不过是一介钦差，还当自己是摄政王了？你快帮我，我的护卫就要到了。的确不能再与他耗了，否则定要被堵在房中抓个正显。你要干什么？大人不是要小女子帮你？本王从未这般尊严扫地，被人掌控于股掌之中。江大人可真是兵贵神速啊！季昭言，你很好。生气啦？那便不好玩了，告辞。大人，属下们！天啊，主子你！都别动！大人，大人有要事在忙。滚进来！主子，您可还好啊？这模样，这味道，完了，主子清白没了。主子，需要属下给您请个大夫，还是请个经验丰富的嬷嬷吗？也不知道这男人失了清白，能不能验出来。完了，我知道的太多，感觉要被灭口了。先扶我起来，给我换衣裳。是。季昭言，你怎么会在江大人房间？那你说我应该在哪儿？宋归宇的床榻上吗？我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你刚趁我昏迷的时候对江大人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把他……与你无关，你该关心的是我们之间的账该怎么算。季昭言，我替你赴宴是父亲的安排，你若有不满，大可去同父亲说，怎能用这种手段坏他大计？你往醒酒汤里加料，也是父亲的意思吗？那是。想死就喊。
老爷饶命！奴才们实在不知怎么起的火啊！奴才看到火是从大小姐的房间烧起来的。招言人呢？父亲是在找我吗？后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月下散心。父亲，灵儿险些今天就见不到您了。老爷，三小姐被困火海，险些丧命，好不容易救出来，手臂都烧伤了。快传府医，万不可留疤！长姐，你的屋子怎会突然走水呢？我差点就见不到爹爹了。还有爹爹苦心筹备的宴会，也不知那位江大人会不会怪罪。招言，你如何解释？不会的，父亲，长姐最是乖顺懂事，绝不会因为能赴宴就心怀怨断，做出放火这等不顾大局的事。二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傅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父亲，三妹妹说的对，长姐不是那等因嫉妒蒙蔽心智而不顾全大局之人。好一出各怀鬼胎的戏，正好借你们挡一波江树白的怒火。父亲，火势这般凶猛，可有人受伤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在大小姐房间里发现了张奶娘的尸首。老爷，张妈妈被烧死了。您瞧这尸身的左手，小拇指有残疾，奴婢不会认错的。奶娘，她怎么会？三妹，我的屋子走水，烧死的却是你的奶娘。她深更半夜在我房中做什么？张姐，这我怎会知道？是大小姐，她和表公子私会被张妈妈撞见，她索性杀人灭口。我尚未动你，你倒先跳出来。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逆女，你竟于归于！杏儿，我本念着主仆一场，想为你留些颜面，你竟反咬我一口。父亲，是杏儿与表哥有私，女儿碍于情面未曾揭穿，心中郁结，这才去园中散心。老爷明鉴，奴婢绝无虚言，奴婢亲眼见到表少爷进了大小姐的院子。您看奴婢身上这伤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这如何装得出来？父亲，女儿都听糊涂了，到底谁与表哥有私情？父亲，《喜言集录》中记载，人若活活烧死，口鼻会吸入大量烟尘；若死后焚尸，则口鼻干净。依女儿看，张奶娘是被人杀害后丢到长姐房间的，而且她颈侧这处皮肤裂口卷曲，乃是被锋利之物割破。父亲，张妈妈真的是被人杀害。老爷，奴才发现了这个。这瓷片如此尖锐，握着杀人，自己掌心必留痕迹，可让人查验掌心，定能找到线索。老爷，杏儿手上就有伤口。不是，我这伤不是我。大小姐早就算计好了一切。周妈妈，杏儿，事到如今，老身也不能替你瞒着了。老爷，大小姐所言句句属实，奴婢亲眼瞧见大小姐一人在园中散心，便陪着说了会话。后来起风，老身回来替大小姐取斗篷，根本不曾见过表少爷。怎么回事？周妈妈竟然帮季昭言说话？不是的。唉，杏儿，你爱慕宋表哥，想当他妾室，大可明讲，为何要杀人？不对，父亲，即便杏儿与表哥有私，杀人灭口便罢，为何还要放火烧了整个后院？不好，管家，快去看前院贵客可安好。奴才这就去看。老爷，江大人出事了，请您前去回话。另外，江大人特别叮嘱大小姐、二小姐一并前去。江大人出什么事了？遇刺了。完了，钦差大人在季府遭人刺杀，稍有差失，整个季家都跟着完蛋。快，昭言，你和福渊。是你，都是你害我！大小姐，张姐，你的脸！天啊，张姐的脸伤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昭言可是我季家最美的女儿了，千万不能留下伤口啊！快去叫大夫！父亲，我的脸还能治疗恢复，江大人的事耽搁不得，以免他觉得您刻意拖延时间，从而对季家心生不满。你说的是，可大人点名要见你。是二妹妹替我赴的宴，江大人并未见过我，想来只是例行问话。父亲只需如实禀报女儿伤情，想来大人也不会过多怪罪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洗清季家嫌疑，至于杏儿，你这个贱婢，竟敢伤了昭言！管家，杏儿勾结外贼，诬陷主家，事败后畏罪自尽。是老爷。父亲，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把眼泪擦干，随我去见江大人。记住，好好关心江大人是否受伤，其余的话一句也别多说。是。长姐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二妹妹在江大人面前可要好好表现啊！哼，走着瞧。
刺客哪边的？还未查清，只知是江湖死事。主子，江南这潭水太浑，您看要不先回京，让真正的江大人来。堂堂摄政王非要亲自来江南查案，这下好，案子还没有头绪，自个儿先失身了。属下失言。季昭言的情报是谁查的？是属下亲自督办的。很好，扣你3年月钱。主子，失了清白的男人都这么无理取闹吗？大人，季老爷、季二小姐到。季胜、季福渊、季昭言呢？江大人，季某照料不周，竟让刺客闯入宅院，险些伤了大人，真是万死难辞其罪，请大人责罚。季家大小姐为何没来？大人息怒，后院有个低贱侍女，不知被何人收买，在后院杀人放火，闹出事端，还伤了下官的长女。受伤？那浑身上下长满心眼的女人，不伤人以身仁德，还能让人伤到她，分明是故意躲着不见本王。好得很。本官遭人暗算昏迷，又遇刺客来袭，险些丧命。恍惚中隐约察觉到有人相助，经护卫探查，在门口发现一个食盒，可是季二小姐暗中帮我。我被长姐拽入密室时，江大人已然昏迷，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知道长姐来过。若是我冒名顶替，虽险，却是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元，还不回话？是福元来过，还好大人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大美人，主子真是有福气啊！季家女儿倒是一个比一个慧眼。季昭言，你想躲，本王偏要你主动来见不可。多谢季二小姐，都请起吧。季某治家无方，令大人受惊。听闻前2日驿站失火，如今还未修缮好。大人若不嫌弃，不如在寒舍小住几日，容季某略尽地主之谊。也好，那便叨扰季老爷了。大人言重了。福渊，江大人身份尊贵，这些时日饮食起居你定要照料妥当。若有丝毫差池，为父绝不轻饶。女儿明白。季二小姐金枝玉叶，岂可操持杂物？倒是明日七仙楼有个诗会，不知二小姐可有兴趣同往？福渊才疏学浅，蒙大人不弃，愿随侍左右，开开眼界。至于令爱昭言，既是有伤在身，这些日子便好好在院中将养，不必外出了。是，我这便吩咐下去，让他静心养伤。时候不早，季老爷请回吧。江大人歇好，季某告退。主子，该用药了。不急，去请吴神医过来。祖宗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乱说话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让我一条狗命吧。听说你新购了一处宅院？是，不，什么我的？那分明是祖宗您的，我哪配那么好的宅院？倒是懂事，想要我配制压制蛊虫的解药，你就去市面上将每个种类药材都搜集一些，送到那处宅子里，老实听话，我便会让你一直活着。记住了，我回去就让下人去办。滚吧，明日记得送1000两银票来。是，祖宗您早点歇着。原主的院落已烧成灰，得重新找一处住所才行。有了。张姐，你要做什么？这院子是季家禁忌，不能进。我做事情何时轮得到你来管？别忘了，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呢。福渊，为父就知道你最争气。你的院子毁了，这几晚暂住苍梧院，一定要休息好。明日定要以最美的姿容陪江大人出席诗会。是，父亲。雪玲，你坐在地上做什么？昭言呢？父亲，张姐闯进四喜院住下了，我拦他，他还打我。混账！他这是要造反不成？明知道四喜院是……父亲，江大人还在府中，万不可因一时动怒泄露当年密讯。来人，传话给昭言，
他的禁足时间加到2个月。另外，把他库房中剩余的浮光锦全部拿出来，命绣娘连夜为福原赶制新衣。是。谢谢父亲。都说了莫动气，少思虑，多吃多睡，少折腾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偏要跑来江南查什么案？既不爱惜身子，找老夫何用？不如早早寻块风水宝地躺下。吴神医，你小声些，这是在别人家呢。诊脉有什么用？您体内诸毒牵一发而动全。王爷，哪位神医为您解的毒？解毒？您不是说王爷体内的毒无解吗？吴神医，若只凭一根银针，配合穴位按压，能帮我解毒吗？按理说这毒不该引发癔症啊，怎么还说上胡话了？老夫钻研多年，也仅能勉强维持毒性平衡。若真有人凭借一根银针配合按压穴位就能帮您解毒，那他便是老夫的祖宗，老夫当将他供起来，带着徒子徒孙日夜跪拜。朔风，立刻去查季昭言的伤势，若发现造假，便以欺瞒钦差之罪将他押来。是。主子，经调查，23名河工尸首全非，暂无法辨明身份。周围城镇可有上报失踪案？有几起，但丢失的都是儿童，和这批河工身份对不上。若有青壮失踪，家人绝无可能不报，继续留意各城镇报案。另外，调查和曹帮有往来的牙行，看是否有劳力莫名消失，再派人在江边值守，见有祭奠烧纸者，立即前来讯问。是。吴神医，救命啊！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主子，属下刚摸到四喜院墙头，浑身就又痒又烫，不一会儿脸就肿到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是警告本王吗？秦树粉配合鬼面蒿，能让人浑身红肿不适，却又无性命之危，好精巧的配置比例。王爷，真有神医在此吗？先不必查了，明日诗会过后，本王自有办法让他主动现身。就知道你这个小心眼男人会派人来找茬，这下滋味可不好受了。小姐，奴婢听说这儿以前闹过鬼，老爷才封了的。大小姐竟然选住在这儿，真是想不开。长姐，父亲下令将您禁足2月，妹妹担心你身边无人使唤，周妈妈那么爱为你说话，我便将她送来了。奴婢求大小姐收留。多谢二妹，人我收下了。还有事吗？这院子荒了许久，是该好好打理。可惜我要陪江大人赴齐贤楼诗会，帮不上长姐了。真是难为你了，特意赶过来炫耀。周妈妈，起来，送送你救主。二小姐，长姐当初既选择装傻卖娇，那便继续老老实实做个怯懦傀儡，休要逞强冒尖。别以为我不知晓你怀着什么心思，我告诉你，江树白，我势在必得。有风，这般微弱，却不是从门口来的，看来这屋里藏着密道。大小姐，奴婢知错了。周妈妈，刚一进来，你想说什么？奴婢该死，奴婢什么都没看到。左二小姐拿鞭子审了奴婢一整宿，奴婢咬碎了牙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出卖。大小姐啊！大小姐，这是我独门秘毒，若不定期服下解药，便会血脉崩断而亡。大小姐，奴婢绝无二心，求您饶了奴婢吧。周妈妈，你可知我为何留你一命？奴婢不知。2年前我失足落水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季昭言恩怨分明，昨夜之后前账两清。往后你好好为我办事，我自不会亏待。若阳奉阴为张妈妈的下场，你是见过的。
奴婢谨记，绝不敢背叛大小姐。你的小孙儿药石无医，快撑不住了吧？明日带过来，我能治。大小姐，你说真的？话我不喜欢说第二遍，更不喜欢有人质疑。是，奴婢明日一定将孙儿带来。先去把卧房和厢房清理干净。是。祖宗，药材已按您吩咐，都送到城东宅子了。这1500两银票，您先花着，不够我再去给您筹。请了多少大夫？什么大夫？别浪费力气，我亲手种下的蛊虫，只有我能取。你请再多大夫也无用。祖宗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想活命就乖乖听我，今晚你去祁县楼。祖宗，我这就去办。季福渊，敢在我面前露出尖刺，就别怪我给刺都给拔了。你想借诗会扬名，我偏要夺了你所有光芒。一楼一座3000客，不问来处。此时此地百年深，但求尽欢。早就听闻过祁贤楼的美名，今日沾大人福泽，也算是亲眼见到了。二小姐好文采，听闻你还有2个姊妹，也和你一般满腹才华吗？是，三妹妹年纪小，天真活泼，却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大姐姐性情温柔和顺，写得一手好字。温柔和顺，分明是桀骜乖张。江大人，请为今日诗会定题。让姬二小姐来吧。江大人，由我定题，恐有不妥。无妨。谁让你是本官的救命恩人呢？就以乐来题吧，不限字数，不限韵脚。好。江大人，福渊先下去作诗了。满堂文人学子，皆想在我面前一展锋芒，可还有谁记得江边那些面目全非的冤魂？真是巧合，没想到宋归于买的宅子就在祁贤楼附近。哼，是他，季昭言。还在生气呢？那我再添把火。该死，他竟还敢当众戏弄本王！大人，您好像被一个男人调戏了。把他带上来。是。让本王在众目睽睽之下难看，腿都给你打断！主子，围观看热闹的人太多了，属下无能。无妨，他都追到这里了，定然会主动现身。我只需守株待兔即可。这宋归宇还挺惜命，唯恐我配置不出解药，备得这般齐全。太好了，我这徒手淬炼药性、激发药力的能力还在。万事俱备，只缺小乖乖了。该去哪里抓呢？阴气凝聚之地最得小乖乖喜欢，眼下阴气最重的地方应该是义庄。若是对我无益，为何带我参加诗会？若是有意，这般冷淡疏离又算什么？早闻江大人风姿卓绝，曾得圣上亲口赞誉。今日一见，方知何为皎皎胜惊鸿。那位是季家小姐，佳人颜若玉，一笑醉春风。这二位可真是般配啊！见过江大人。诸位不必多虑。江大人，前3名已经品出，不过还缺少季二小姐的诗作，不知让诸位久候，我的诗作好了。二小姐才情不俗，受封将诗作传下去，与诸位共赏。不共浮华争俗色，独含清魄印冰天。何须世人论圆缺，自渡银河万古传。我等一众男儿，胸襟反倒不如季二小姐一介女流，实在惭愧啊！在下拙见，这诗会头名应该是季二小姐才是。诸位过誉了。江大人，您看这季二小姐的诗应该是第几名？都这个时候，季昭言还不现身。以本官之见，季二小姐自然是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是诗句，不知江月待何人？但见什么？你快说啊！没了，就写到这里，要我怎么说？我这里有一句：
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好广阔的意境啊！这是能传承千载的名篇啊！快，大家快拼起来！怎么会这样？这诗词从哪儿来的？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出照人？人生淡淡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千古名篇，是季昭言吗？他竟还有这般惊世才华。朔风，把人找出来。是。大人，此人躲藏在穹顶暗处，行为鬼祟。表哥，竟然不是季昭言。朔风，安排人送季二小姐回去。江大人，季二小姐请。江大人，在下犯了什么错？为何派人抓我？为何扰乱诗会？在下何时扰乱了？不过是做了首诗，请诸位才子共赏，何错之有？就是写的零散了些。楼下都是才子，总不会连首诗都拼不起吧？再说一遍，这首诗是何人所作？就是我所作。我堂堂正正来赴诗会，做出佳句，江大人却滥用私刑，是何道理？身为朝廷钦差，总不能直接杀了我。可若是出卖季昭言，我是真的会死啊！慢，原来是场误会。朔风向宋公子赔罪。一时手重，冒犯公子，还请见谅。无妨。这首诗是何名字？春江花月夜。好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朔风，传话薛知府，今日诗会魁头乃宋公子，将他的诗片抄起来，本官要送入京城，供皇上御览。是。季昭言没骗我，我真要名扬天下了。宋公子，你可以下楼接受诗会的彩头了。谢江大人。主子，这诗真是他做的？怎么可能？那您为何不揭穿他？瞧他那怂蛋样，属下再卸条胳膊，他肯定招了。连你都看得出他是个废物，他身后之人岂会不知？既敢放他出来，似是有把握让他闭嘴。本王只是好奇，他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能让一个废物这般死心塌地？季昭言，这千古名篇若是你所著，那我便是再次小瞧你了。主子，您这是去哪儿？查案。这么晚了还查案？要不明日？都被人骂个狗血淋头了，还等明日？啊，谁骂您了？春江花月夜，河宫古未寒，还需要再直白些吗？此次任务，烧光所有河宫尸首，动作要快。至于看守的护卫，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收藏品遇到麻烦了呀，这好戏我可不能错过，得好好。找死！有刺客！被发现了，杀！叫你踩我小乖乖，踩！若不是你们坏事，我的雪蚕宝宝早已到手。报仇，必须报仇！之前把江树白气狠了，今日就让他欠一个人情吧，要不然他总是气呼呼的，心情不好。万一养出来的小乖乖也脾气暴躁怎么办？说做就做。小贼，找死！搬救兵，麻烦江树白，人情下回再欠吧，我得先跑了。你的针还够用吗？
杀了他！小贼，竟然用毒！拿命来！江树白，他不是在齐仙楼和季夫园风花雪月吗？怎么突然来义庄了？江大人，晚上好啊！大人，这不是那个调戏您的人吗？他是个狠人啊！您可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！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还笑着跟我打招呼？哼！黑衣人拿下，反抗者格杀。至于那个放毒的，活捉！我不走，就坐这儿歇会儿。心眼比针尖还小的男人，哼，连墙都爬不上去。身高不够，踩尸体爬墙怎么了？若不是我帮忙，这一庄早被烧掉了。是啊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光让他欠个人情怎够？必须得补偿点实质性东西。大人，共擒获57人，其中36人已毙，剩余皆身中奇毒，自残至血肉模糊。都擒住了？都擒住了，一个没跑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属下连周遭林子都搜过了，并无藏匿，也无人逃遁。你家大人不是让你活捉我吗？你怎知大人要活捉你？自然是因为我和你家大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他哪舍得杀我呢？大人，您与这位公子不是初次相遇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家大人跟你才没关系。这人可真好玩，我来义庄，你家大人也来义庄。世上哪有这般巧事？定是你家大人暗恋我，这才一路尾随，亦步亦趋，难舍难离。不能吧？难不成王爷男女通吃？废什么话！把他的手捆了，本官要单独审讯。是。他怎么会如此老实？还真是小肚鸡肠，连动作都学我。大人这般迫不及待，想与我亲近吗？怎么？那个，属下狡猾，对，狡猾。大人您继续。来吧，我现在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大人可以为所欲为哦。都滚出去候着！你为何会来这里？自然是来帮大人的呀。你以为本官会信？昨夜因爱生恨，轻薄了大人，回去辗转反侧，终是发觉我心中还是恋慕大人更多些。听闻大人为何飘岸烦忧，特来瞧瞧，看能否寻到线索，为大人分忧。若非情根深重，我一闺阁女子，怎会深夜现身这等阴森之地？还敢扯谎！你若再不说实话，大人怕我？可笑！我说的句句属实。那些黑衣人是来毁尸灭迹的，若非我及时出手，此处早已化为火海。素闻江大人最是公正严明，我帮了大人，为何反被捆作犯人审问？大人，我是无辜的。这麻绳粗糙，我手腕都被磨疼了，不如先替我松绑。你出现在此，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季昭言，你向来怯懦畏缩，不争不抢，偏偏在本官抵达江南后，你变得会功夫，懂用毒，做诗词，还恰好出现在义庄，你还敢说自己无辜？我竟做了这么多事吗？不对，大人漏说了一条，我还轻薄了您呢。还敢逞口舌之力！江大人好狠的心，这是要废了我这双手吗？废掉正好，砍下来，本官替你保管，如此还能少生许多事端。我本对大人尚存眷恋，这才前来相助。可大人待我如此冷漠，我是彻底心凉了。君既无情，我便休；既然大人无心，那我便不再救。同样的宝信，
还想用第二次？竟被大人识破了，这下我真无计可施，只能乖乖交代所见所闻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江大人，我若说了，有何好处？大人，我错了，不向你讨要好处了还不成吗？这狗男人软硬都不吃吗？再有下次，这双手就别要了。江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想必大人身边的仵作都说这些人是逆王吧。我入义庄后，在这浓烈的腐气之中，隐隐嗅到一丝香气。香气从何而来？别耍什么花样，本官的人早已将整个义庄围得水泄不通。大人别怕，我乖乖的。上次见面，大人留我1万指痕，这次见面又险些勒断我手腕。大人还真是跟其他男人不同，每次都能给我些别样的体验。我猜对了，果然不是淹死。6名仵作反复查验，得出结论皆是溺死。100个傻子聚在一起，讨论个3年5载，也不会想出什么绝世妙计。什么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，不过是骗傻子玩的罢了。若非溺亡，那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中毒。怎么可能？本官特命人暗地剖开一具尸体，经查验，体表、饮食、内脏皆无中毒迹象。世上毒物千千万，杀人于无形者不在少数。真正溺死之人，肺部会积存大量泡沫，纵使擦拭风干，痕迹犹存。而眼前这具尸身特征并不明显，也就是说，他入水前已经濒死，溺死不过是表象。那都是中了什么毒？鬼面螺，产自滇南的一种异草，将其晒干焚烧，吸入少量可产生幻觉，过量则直接死亡。死者是在幻境中死去，自然不会挣扎。体内也不会有毒物残留。这鬼面螺正是培养蛊王不可或缺的材料。我正发愁无处寻觅，没想到线索主动送上门。中毒而死，却又将其抛入河中，留下如此明显的线索。行凶之人是在故意引起朝廷的注意，亦或者就是冲本官来的。江大人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些人压根儿就不是河工？不可能，肩有老茧，膝怀变形。这分明是长期负重劳累所致。大人既想到凶手有意引你前来，自然也当想到其背后必有图谋。他主动抛尸引动风波，却又偏偏砍去手脚，只能说明手脚上留有辨认身份的痕迹。若他们不是河工，那是什么？他们当然是……你又骗我！江大人。真是对不住，顺手了。不过这也不能怪我，谁让大人生得这般俊美，叫人难以自持。再说了，我替大人分忧解难，收些美色做利钱，大人总不会吝啬吧？顺手，当我是死不瞑目的尸体吗？江大人，你明知我擅长用毒，却不随身携带解毒的药丸，这不是明晃晃给我机会吗？大人，别忘了要时刻想念我哦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属下看到守在后面的护卫晕倒。天啊，王爷竟又被轻薄了，这回还是个男的。主子，那个登徒子、采花贼好生可恨，您等着，属下立马派人去追，很快就能将人捉住。等人带回来，给他衣服扒光了，让您好好轻薄回来解气。将人撤了，你们抓不住他的。主子，您看。难怪我沿河探寻，却找不到任何线索。若这些人是矿工，将其推入河中，便是为了祸水东引。收风，通知陈颖，巡查黎阳四周，查看隐藏矿脉的踪迹。是。仅仅是验了个尸，便能推测出这些，这季昭言到底是天赋异禀，还是提早便知道内幕，故意透露给我？小家伙，跟我去过好日子了。大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！尸会还没结束，二小姐便被江大人送回。老爷一听动了怒，要动家法，幸被三小姐劝住。也不知二小姐说了什么，老爷定要请您过去。奴婢已搪塞2次，实在拖不得了了。
不急，先备热水。我要沐浴更衣。大小姐，老爷方才大发雷霆，您若再不去，周妈妈，要不这个主子换你来当？奴婢知罪，奴婢这就去准备热水。大小姐，老爷请您过去问话，这都第3次了。我正禁足，父亲若真的着急，让他过来找我便是。另外，郑管家，若再敢不通传直闯我院子，你这双腿便不必留了。大小姐，老奴跟随老爷几10年，一个奴才也敢这样对主子说话，反了你了，滚！是，老奴定将大小姐的话一字不落回禀给老爷。老爷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替我擦干头发？混账东西，你给我跪下！周妈妈向来胆小怕事，我屡番敲打亦无用处，这才跟了季昭言1日，竟敢为他忤逆父亲。季昭言，你要反了天不成？父亲，我为家族分忧，处置了杏儿，脸也伤了，转头便被禁足，连大夫都见不得。如今我安安分分待在院里，您又3番2次提我过去问罪，女儿实在不知究竟错在何处。混账！我只吩咐进大小姐族，何时不许给她请大夫？奴才知错，理解错了老爷的意思，请老爷责罚。扣你3个月月钱，再去领10鞭。小惩大戒，赶紧去请个大夫来候着。是。父亲，许是女儿想错了，七仙楼的事也许和长姐无关。二姐姐，宋表哥肚里有多少魔水，我们都清楚，他怎可能做出那般千古绝唱？偏偏这几日他只见过长姐1人，咱们心生疑虑也是常理呀。昭言，禁足是江大人之意，为父知你委屈，但你既能写出如此惊世之作，必是胸有丘壑，当体谅为父难处，为何要将这等传世名篇拱手让于外人？我怎么听不懂父亲的话？什么惊世之作，千古绝唱？长姐，你还在赌气不肯认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，这难道不是长姐所做吗？我做没做诗，你比我清楚。长姐，我好不容易才得江大人同行，本可一举夺魁，为家族争光，可一首春江花月夜，将父亲苦心筹划尽数毁去。这诗当真不是你给表哥的？不是。父亲，您看长姐气性真大。昭言，你是长姐，行事当以家族为重，岂可任性赌气？哼，就是。长姐从前对宋表哥避之不及，前日却主动寻他，若不是为了给他诗词打压二姐姐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我见表哥是为了帮咱们季家扫清祸端啊。祸端？正是。父亲以为处置了杏儿便万事大吉，就不担心他在外面留了什么把柄。我身处内宅，无人可用。母亲常说表哥与我们是一家人，父亲也让我们多多敬重，故而我才托表哥去寻杏儿的家人，查查他们是否牵扯其中。为父竟是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查得如何？不知道啊，我这不是被禁足4喜院吗？本想请周妈妈禀报父亲，可郑管家派的人将院门守得死死的。老爷，以往禁足皆不许贴身下人外出，奴才只是以府中就例。混账！规矩要紧，还是季家满门性命要紧？若让江大人抢先查出什么，季家上下都要为你陪葬。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父亲快些派人去查吧，莫让有心人抢了先机。好，为父这就去。智谋不足，却偏要算计周全；能力不济，却总妄图攀附权势。有这样的家主，季家早晚万劫不复。3言2语便将父亲糊弄过去，长姐真是好本事。父亲信你，我可不信。那首诗定是你送给宋表哥的，为什么？我们是亲姐妹，你为何不帮我和二姐姐，反去助一个外人？瞧见好事就想往自己身上揽，我还送了几个人入土呢，要不要也送你一程？你，张姐，你变了。说完了，那就滚吧。张姐，我知你不信我，可身为姐妹，我仍要提醒你一句：宋家上下皆贪婪懦弱、成事不足之辈，绝不是好的合作对象。大小姐，夜风凉，您头发未干，当心明日头疼。今日你做得不错，将你孙儿带进来吧。是。来。
孩子病了多久了？今日正好半个月。生病之前，他住在何处？由谁照顾？原本随他娘住在西郊玉河村，病后请了几位大夫，皆束手无策，这才不得已进城寻奴婢想办法。我想起来了，西郊有处庄子，庄后便是绵延百里的龙断山。你儿子是那里的庄头？是。大小姐是想去庄子上小住吗？这竟是鬼面罗！没想到一时善心，却帮了我个大忙。开水冲服，水别加太多，以免淡化药效。是。奶奶醒了，大小姐，奴婢的孙儿醒了。药每天喝一次，3日后再来试一次针，你孙儿的命就彻底保住了。多谢大小姐救我孙儿性命，今后但凡大小姐所需，奴婢定甘脑涂地以报。仔细问问你儿子儿媳，孩子病前接触过何物？他不是生病，是中毒。若不查清毒源，莫说你孙儿，你儿子儿媳亦有性命之患。奴婢儿媳就在府外客栈等候，奴婢这就去问。去吧，顺便把院门关上，我要歇了。是，大小姐好生安歇。大小姐，奴婢问过儿媳，她说孩子一直在庄内玩耍，素来康健，唯一不同是庄里为灌田新挖了条水渠，孩子曾去渠边玩过。饮的是哪儿的水？龙断山山坳里有条小河，常年有水，下游汇入4河，庄子饮的便是那小河的水。看来河漂案源头极可能在龙断山中，鬼面罗至美人谷亦须此物。此案季家恐怕也牵扯在内，只是便宜父亲敢在这时巴结江树柏，多半不知情，那便只剩他了。祖母携母亲去白云寺上香也有10余日，该快回了吧？老爷前日派人问过，说还需几日呢。大小姐真是出落得越来越好看了，奴婢去膳房取早膳了。去吧。大小姐，膳房说您的早膳已送过，可奴婢根本没拿到。奴婢想再取一份，管事却说早膳皆有定令，并无多余，要不要禀报老爷？哼，小孩子才告状，我没有饭吃，那大家就都别吃了。你呀，从小最是怕疼，怎么这次？当时火势从季昭言的院里烧起来，我以为事情成了，便想着再添把火，叫他永无翻身之日。谁料闹出人命，我反受伤，他倒安然无恙。我也没想到，长姐竟好似一夜之间脱胎换骨。二姐姐，你说季昭言会不会被鬼附身了？胡说什么呢？这世上哪来的鬼神？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简直像换了个人。若他以前是装的，那该有多么深的心机，才能忍辱负重那么多年？我也不知。对了，有桩热闹，你听不听？什么热闹？边吃边说。昨晚郑管家领着大夫去见季昭言，结果站在院门外喊了半晌，门都没开。郑管家大气而归，长姐这会儿怕是还饿着呢。郑管家扣了他的早膳。今早春熙去膳房，看到周妈妈正在跟膳房的人理论呢。药到了吗？没呢。膳房推说早膳已送去四喜院，至于为何没收到，便不归他们管了。活该！你瞧他昨晚多威风，还说要送我入土呢。结果碰上郑管家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他也就只能跟咱们窝里横。二姐姐快吃，吃饱咱们看他笑话去。早烧山有毒！什么有毒？夏云，快去瞧瞧，外面叫嚷什么呢？二小姐、三小姐，你们可吃过早膳了？吃了几口，怎么了？小的也不清楚。周妈妈跑到前院禀报老爷，说早膳有毒，老爷已派人去查了。二姐姐，我好像有些难受，夏云，快叫大夫！别慌，若是剧毒，早发作了。父亲呢？老爷赶去膳房了。我们知道了，你去通知其他人吧。是。走，我们也去膳房瞧瞧。去膳房做什么？赶紧请大夫啊！江大人还在府上住着呢，早膳出事若不查清，
何府都要受牵连，还管什么毒不毒的？保命要紧。郑管家才克扣季昭言的早膳，早膳立马有毒，世上哪有这般巧事？混账东西！井水让人动了手脚都不知道，我养你们是为季家招祸的吗？老爷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父亲，听闻早膳出了问题，您的身体无碍吧？怎么样？井水查过了吗？回老爷的话，井里却查验出了砒霜，还好分量不多，经过大量井水稀释，这才没有酿成大祸。混账！混账！井水出了问题，竟无一人察觉。若不是昭言发现及时，一家上下被人毒死了都不知道。父亲，咱们家的水井不是有专人看管吗？坏了，是冲我来的。郑管家，我记得看管水井的正是你的侄儿吧？老爷，这事有蹊跷，大小姐是怎么发现早膳有问题的？自然是因为季家祖宗保佑啊。什么？我家小姐昨晚做了噩梦，梦到有人往井里投物。今早一看到膳房送来的吃食，便感到不安，尝了一口，果真发现味道不对，于是便请了大夫过来查验。不可能，我分明叮嘱了膳房扣下他的早膳，他怎么可能通过早膳发现问题？说话呀！郑管家，分明是你侄儿看管水井不力，你也有失察之责，怎么到威胁起膳房管事来了？难道你想让他胡说八道，为你扛罪不成？不是，大小姐，您当真是在早膳发现问题的？不然呢？郑管家总不会想说我没用早膳吧？今早膳管事可是特地让人将早膳送到火院中，许多人都是见证。管事，你说呢？奴才的确派人给大小姐送了早膳，求老爷明鉴。老爷对，查所有送出的早膳，挨个查验，便知膳食有无问题，根源是否在水井。父亲，郑管家说的对，把早膳都拿过来，让张大夫一验便知。对了，记得标好出处，免得查出问题不好追溯。查，从膳房向外查，一丝一毫线索都不许放过。老爷，这些膳食都有问题。咦，这白玉碗盘怎从仆役房端出？是哪个下人如此大胆？回老爷，是郑管家的侄儿郑涛。哼，好你个郑维，让你当几年差，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一个看井的下人，吃用竟与主子一般无二。老爷，混账东西，白养你这些年！来人，拖下去！革去管家之职，杖责50。至于他个侄儿，留口气，交由江大人发落。大人若饶他一命，便直接发卖，永不许再陷于离养。老爷，奴才知错，但毒真不是奴才下的呀！父亲，女儿听闻少量砒霜虽不致命，却会令人胸闷气短、头晕乏力。江大人既已用过早饭，只怕……哎呀，林泉，你暂代管家一职，是速备厚礼。我要去向江大人请罪。大小姐，奴才罪该万死，竟被猪油蒙了心。这一番折腾，我有些饿了。大小姐想吃什么，尽管吩咐，奴才这就做好了，亲自给您送去。你看着办吧。水井是你动的手脚，知道还问？江大人还在府上，一个不慎，季家满门都要跟着遭殃。既这般在意他，何不自己去为他试毒？二姐姐，你方才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那毒……大概率没有。那你为何不揭穿他？他既敢当着我们的面动手，自有把握不让我们抓到把柄。先回去，如今想扳倒他，可没从前那般容易了。大小姐，奴才自作主张多做了几样菜式，劳您品鉴。你是个懂事的，周妈妈。多谢大小姐赏赐，今后您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吩咐奴才，奴才不打扰您用膳了。大小姐，其实给些碎银子，便足以叫他感恩戴德了。入口之物，花些银钱换他死心塌地，值当。宋归宇送来的1500两银票还没动呢，你兑换成银子，自留100两给你孙儿补身子，其余的10日之内悉数用来打点府中下人。大小姐，那可是1400两，您救了奴婢孙儿，奴婢已感激无尽，怎敢再收赏银？这是第2次，
事不过三。奴婢知错，奴婢不该质疑大小姐，奴婢保证绝无下回。你既是我的人，我有银钱便不会亏待你。至于让你往外撒钱，府中刚换新管家，正是收买人心的好时机。我需要眼线，哪怕只是看在银两份上为我办事，也够了。大小姐，要不要留些以备急用？不必，很快自会有人送银子来。季老爷不必紧张，本官自是信得过季家无心害我，只是本官到来后，府中接连生事，显示有人暗中作梗，欲害本官，再嫁祸季家。为防万一，季老爷还是将府中上下细细清查一番，以免再有被收买之人暗中捣鬼，损了季家清誉。多谢江大人指点，我回去便命人彻查府中。听闻此次能及时发觉井水有异，全赖季大小姐梦中得启。确实如此。本官曾闻季家每隔些年便会出一位灵女，不仅容色绝伦，更生七窍玲珑心，可感知吉凶。譬如当年陈妃娘娘。江大人，这都是外人胡乱猜测，当不得真啊！季老爷莫慌，本官只是有些好奇，季大小姐竟能于梦中得势，挽回大祸，实是玄妙。说来也算救了本官一命，本官该备礼相谢才是。江大人越是好奇昭妍，我便越要遮掩，如此方能引他持续注目。待昭妍脸颊伤愈，才是让他们相见的最佳时机。大人，小女脸颊伤势颇重，尚在降养，您有何礼物，季某代为转交便是，也免耽搁大人查案。老狐狸，我都暗示要见季昭妍了，你反倒拿起了架子。也好，寿峰，将我备好的礼物拿来。是。季某带小女谢过江大人，告辞。大人，您不是喜欢季家二小姐吗？这会儿又相中他们家大小姐了，您可真是万年铁树不开花，开了之后玩的花啊！那个主子，奴才的意思是，您为了江南这桩案子牺牲太多了。这桩案子结束，你就跟在马车后，一路跑回京城。那会死人的。主子最近总是阴晴不定的，难道是？主子，您是不是还在想义庄里被那个采花子？你想说什么？主子，其实没什么的，有些事情就是一次两次您觉得难受，习惯了也就好了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，多谢主子夸赞。其实属下也就是擅长说些实话。滚出去跪着！主子，你要的黎阳城及其周边地形图绘制好了。误做查验，那些人是在河里漂了2日才被捞起，结合春日四河流速反推，入水处极可能就在这里。私矿入口通常做的极小，加上刻意遮掩，并不好找，是否需增调人手？传信云逸，让他大肆抬高野生药材的价格。主子，您这是……若我们的人大举进山，恐会逼得对方狗急跳墙，抬高药价，自会引得百姓入山寻药，到时再将我们的人打死，混入其中。是。滚进来！主子，属下就知道您最是刀子嘴豆腐心了。我们来了这么久，也该见见其他家族。宋家的帖子递来了没？今早就送来了，说是来拜谢主子对宋归宇的赞赏。您忙了一夜，早上还睡得香呢，属下就把人挡回去了。宋家出了宋归宇这等麒麟之才，怎能不大大庆贺一番？知会黎阳郡守，让他好生备一份贺礼送去。是不是太抬举他们了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10日之内，我要将宋家捧上天。季昭妍，我倒要瞧瞧你还藏着多少本事。昭妍，这是江大人送给你的谢礼，为父瞧过，里面有一整套易宝轩的头面，光彩夺目，华丽极了。我只喜欢独一份的东西。这头面整个黎阳城仅此一套，足见江大人用心。就黎阳独有，有何稀奇的？整个黎阳独有还不够，昭妍竟有如此野心。好，不愧是我季家女儿，心性果然不凡。我儿生的这般容貌，又聪慧灵透，还得祖宗庇佑，预知吉凶，何该得到天底下最好的东西？昭妍啊，这禁足便不必。父亲一言九鼎，说了要禁足，
自是少一天都不行。赵岩，父亲当时说的是气话。父亲，我说的却是认真的。江大人肯定提出要见我。是，不过我想着你脸上有伤，便先给他挡回去了。父亲做的极是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可望不可及，才最勾人心魂。往后江大人若再要见我，父亲都替我推了吧。乖女儿，你怎么突然开窍了？从前女儿不愿与姊妹相争，可这些年见父亲为家族日日筹谋，呕心沥血，实在心疼，这才想着为家族尽一份心力。你真是季家的好女儿，你祖母若知你如今转变，定会欣慰不已。祖母最是严厉，若知我从前装痴卖傻，定要动怒。何况郑管家是他一手提拔，我揭穿早山有毒，虽为家族，却也彻底得罪了他。万一他心怀怨恨，去祖母跟前嚼舌，他敢，他犯错在先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我还罚不得他。此事你不必忧心，为父自会向你祖母分说。你眼下最要紧是养好伤，其余皆不必管。林泉暂代管家，你缺什么，便让周妈妈去寻他。多谢父亲。表妹，走走，你救救我，要出人命了！说，江大人将您给的那首诗抄送入京，谁料黎阳郡守竟亲自登门送礼，说皇上读了诗极为喜爱，要给宋家御笔赐字。这是好事，怎的你倒像大祸临头？哎呦，我的祖宗，您就别逗我了！皇上赐字，郡守恭贺，不止黎阳，这满天下的才子学子，就连一篇文章镇朝堂，天子赐书笔墨香的东明先生都送帖送礼，指明要宋家设宴来与我切磋。可我哪会作诗？这若被揭穿，便是欺君大罪啊！哦，那确是重罪。表妹，你得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更不能连累全族。再说，我姑母是你母亲，季宋两家姻亲相连，若真坐视欺君，季家也要受牵连的。那也无法可想了。有法，怎会无法？只要表妹再赠我几首诗，让我应付过这场宴席，之后我重病一场，只说烧坏了脑子，做不得诗了，事情不就圆满了吗？这人倒也不算太傻。我依稀记得梦到过不少绝世佳作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表妹，祖宗，不叫您白忙，这里有2000两，是我能挪用的所有现银了，都给你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啊！大小姐真没说错，银子这就送上门了。我记得龙断山脚下有一处庄子，记在大夫人名下。祖宗，您太瞧得起我了，那是姑母的庄子，无论如何都不会给我的。知道你没这个本事，宴会过后，你想办法住到庄上去，再以赏花之名邀我与季福渊、季雪灵同往。若能在龙断山找到鬼面罗，我就能让雪蚕蜕皮重生，真正发挥作用了。成，到时让我妹妹出面，姑母定会答应。表妹，那这次宴会的诗，想不想彻底光耀你们宋家的门楣，让整个宋家都以你为荣？今后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你父亲、母亲再也不会如从前那般管束你。这真的能成？你既已想好退路，何不索性再耀眼些，以一人之光盖压云朝文坛，甚至名垂青史，万世流芳。表妹，我担心。既然你不愿，那便把归轩表哥叫来吧。不，宋归轩最是道貌岸然，表妹莫要理他。我都听您的，您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这才对。去城东宅子候着，我会让周妈妈将诗词送去。记住，每首都须背得滚瓜烂熟。若有半分差错，不必等皇上问罪，我先取你性命。是，表妹你放心，这等大事我不敢含糊。大小姐，您这一手字真有气势，奴婢从未见过这样的字体。师父总说我杀心太重，自2岁起便逼我练字静心，字是练成，他却已不在了。不知我传来此剑，那些恨我入骨又奈何不得我的人，会不会一怒之下去刨了老头的坟？江大人，你最好笨一点，不然气出个好歹，可怪不得我喽。大小姐，此次宴会黎阳有头脸的人物皆至，甚至还有外城赶来的才子。您这般打扮，恐怕要被2小姐、3小姐抢尽风头了。出风头这样的好事，自然要让给2位妹妹了。
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连康郡守的马车都停在外面了。大小姐，宋家怕是没办过这般大宴，门前堵死了。余下这段路得请您下车步行了。不打紧，堵就对了，这可都是我安排好的。都说季家小姐个个柳眉芙蓉面，温婉端庄，今日可算能亲眼一见了。快看，出来了！二姐姐，等等我。哎呦，江南8分色，季家占10分，整个江南倒欠2分。从前只当夸大，今日一见，方知何为动静皆宜，顾盼神飞。季家有这般明珠，竟能藏在匣中10几年，真是好耐性。若换作是我，早逢人炫耀，定叫全江南都艳羡。等等，季家这次不是来了3位小姐吗？大小姐呢？咦，怎么是个婆子？急什么？大家小姐身边总是会跟着几个婆子照顾的。好美的一只手啊！哎呀，这魏茂遮的严实，什么也瞧不见啊！好特别的香味啊！遮遮掩掩，故弄玄虚。哼，走吧。外祖父这是想做什么？怎么门都不开？宋某见过诸位贵客，劳诸位久候。蒙江大人举荐康郡赏识，让老朽这不才孙儿博得几分虚名，特设宴答谢。今日贵客云集，又恰逢春日景明，老朽便自作主张，为诸位添些意趣。江大人、康郡守，二位以为如何？江大人，您看，自是该客随主便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归与斗胆出几副对子，请诸位贵客赏脸一观。若能得佳句，也是一桩美谈。斩！千里莺啼绿映红，好美的景致，这写的不正是江南春日吗？我想出来了，我的下联便对：一城花笑蝶追风。确实对仗通顺，但总觉得少了几分意境。半江渔唱必服金，先生安好。千里莺啼绿映红，半江渔唱必服金，真是好句。江大人折煞草民了，请东明先生赐墨宝。真是好对，请东明先生入内安坐。不急，老朽再瞧瞧其他的。也好。第2幅卷轴，斩！若不撇开终是苦，这还不简单？心能放下方为安。你瞧清楚些，这是个拆字联，既要字拆的合理，还要对仗工整。是江大人，您可是3元及第的大才子。这对子定然难不住你。本官还要再思想。康郡守请。那下官就献丑了。若不撇开终是苦，本官对各自捺住即成名。好一个各自捺住即成名！我等读书入仕，哪个不须耐住私欲，耐得寂寞，方能成就一世清明？请康镇守留墨宝。第3幅卷轴，斩！画上荷花合上画，字面寻常，妙在道读异同音，这如何能对？诸位贵客可是嫌此联粗鄙，不屑应对？无妨，后头尚有许多，定有能入诸位法眼者。这第4联乃前段时日归与立于齐贤楼上，心有感触，随手记下。第4联斩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流千古，江楼千古，有意思。齐贤楼乃前朝所建，之前的确是叫望江楼。江流千古，江楼千古，妙啊！何等浩瀚的气魄，和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遥相呼应。宋公子实乃大才。不过随手之作，东明先生谬赞。大家也都不喜欢这副对联吗？那就请看第5联，这也是我看到齐贤楼热闹诗会，有感而发。笑古笑今，笑东笑西，笑南笑北，笑来笑去，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。季昭言，你面纱之下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？这哪是宋家的青云梯，这分明是取死的修罗场。归于这小是想以一己之力挑衅嘲讽在场所有人吗？你能对上来吗？不能。季昭言不是想与宋家合作吗？为什么又将其置于烈火油煎的境地？时机差不多了。二妹妹想名扬天下吗？你会这般好心，逗你的，你竟不上当。
可惜了。不，这有何难？我能对上来。这等千古绝对，你一个小姑娘能对上来？雪玲，贵客在场，不得胡闹。外祖父，父房让三小姐将下联道出，大家一同品鉴。这既康大人开口，雪玲，你便说说吧，诸位只当听个去。这下联是：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，观上观下观他人，总是有高有低。哦，这妙啊，实在是妙！老朽苦想半晌，勉强得了句说天道地，说山说水，说风说雨，说是说非，说到底不过一场匆忙。今闻季三小姐此联，从孝己无知的自省到官人关心的明察，意境豁然，格局大开，上下联呼应，方为圆满。季小姐大才。这位是季家三小姐吧？不仅容貌出众，才学也是如此惊人。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随意想想，让诸位见笑了。诸位贵客皆才华耀目，开宴时辰将至，还请府内上座。宋老太爷，对联还没看完呢，宴会什么的不着急。这桂宇啊，不过随手写的几副对子，诸位贵客还是先入席吧。若有兴趣，宴后归语，便将余下未展之联自与有缘人。宋公子才冠绝代，心境更豁达高远，视珍宝如浮云，实为我辈楷模。宋家能养出这样的麒麟之才，难得，实在是难得。一滩烂泥竟被他生生点作金疙瘩，季昭言真是好手段。你是故意的，为何要让我出这个风头？别沾边，傻子会传染。季大小姐，老太爷听闻您受了伤，担忧不已，特备了些珍贵药材，请您过去瞧瞧。外祖父这般挂念我呢，那我可得好好瞧瞧。带路吧。孽障，跪下！看来外祖父的药材还没备好，等您备好了，我再来吧。你站住！季昭言，你哄骗桂玉胡闹，搅得满城风雨，甚至惊动圣听。今日当着满城贵客，又诱他戏耍众人，你可知一旦失败，莫说是你，季宋两家都要因此遭殃。客人第一次上门祝贺宋表哥名满黎阳时，外祖父怎不拿笤帚将贺客赶出，坦诚这一切皆是我胡闹。因为您想要这名声，想要重振宋家，舍不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如今宋家真站上高处，又恐跌下来，便转头来威胁我这将你们推上去的恩人。我听你母亲说，你性子最是怯懦，原来都是装的。外祖父只盯着我身上的变化，就没想过我装了那么多年，为何现在突然不装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这都是你父亲的安排，他想做什么？为何来害我宋家？上钩了。外祖，我虽非大夫人亲生，可到底叫她一声母亲。这些年您看着她都这般年纪，还要在祖母的手下立规矩，心里也不好受吧？季老夫人执掌季家多年，根深蒂固，你父亲可有了对策？老夫人年事已高，早该颐养天年。至于具体谋划，我年少，父亲不会同我说太多。你父亲派你来，可说了要宋家做什么？我要宋家的家主令。大胆！你这孽障，竟算计到外祖父头上了，将家主令交你，岂不于将宋家满门前程性命都交于你一小女娃拿捏？门口那番阵仗，外祖父还未看明白吗？我能让宋归宇一夜之间成为文坛新秀，同样也能捧起别人，名扬天下。若宋家不能全然为我所用，我又何必选你们？这黎阳城中想借我这股东风往上爬的，难道只有宋家？我要和你父亲谈。父亲不会来见你，即便你当面问，他亦不会承认今日一切与他有关。你不信，大可一试。宋家家主令绝不能交于一个外人，尤其还是一个女子。未展的卷轴中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。这副对联很快便会送到江树白手上。怎么又扯到对联身上去了？祖父，祖父，不可！昭言表妹息怒，祖父，这副对联万万不能交于江大人，一旦送去，宋家便完了。对联有何问题？上联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没有8，代表了什么？忘8。这下联孝悌忠信礼义廉，没有耻，乃是无耻。王八无耻！你祖父考虑的如何？我给你。祖父，这还愣着做甚？还不快过来！重新见过你表妹。外祖父可是心甘情愿？心甘情愿。外祖父，我要这家主令，只为求个心安，好叫我们携手并进，并非要毁宋家，更无折辱您之意。您是我外祖父，我们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岂能让您向我行礼？赵岩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至亲，今后整个宋家都要仰仗你了。有何须外祖父做的，尽管开口。听闻二表哥是读书的好材料，只可惜朝廷规定商贾之子不得科举入仕。不过不用着急，2个月之后，表哥就不必为此发愁了。赵岩，难道你有办法？我既说得出口，自然办得到。外祖父与二表哥只需听我安排便是。自明日起，我要宋家彻底洗白，过往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，全部了结干净。我不希望听见半分污渍。好，外祖父都听你的，定会办妥。外祖父，江树白药茶的合漂案，宋家可有参与其中？宋家药材生意虽经曹阅，但也仅限于此。合漂一案绝无沾染，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，这等祸事沾不得。那您可听说过鬼面螺？鬼面螺，这是何种药材？滇南奇草，异香扑鼻，少量可镇痛消肿。外祖父，兰草，您可记得姑母曾向您打药过调理身子的药材？我当时听了一耳，其中有味罕见兰草，似乎正是表妹所言此物。是，你母亲经常腰痛难忍，不知从何听了个偏方，让我帮忙寻找鬼兰。这难道就是你提到的鬼面螺？府中可还有这种药草？那药草极难得，一株便耗银上百两，统共寻了10株，悉数送给你母亲。这是何时的事？约是5、6个月前了。江南这场大案，宋家恐怕已牵扯其中而不自知。这怎可能？你母亲虽气量窄些，胆子却小，绝不敢作恶害人。她不主动害人，却不代表她不会被人利用。此事我尚在查，暂未分明。宋家先按我要求洗白，于是不必过问。这合漂案震动整个江南，圣上特遣钦差来查，宋家若真有丝毫牵扯，哪怕1/1，也有抄家灭族之嫌啊！外祖父放心，宋家继承我之产业，纵有干系，我自会与江大人分说清楚。昭言，你认得江大人？耽搁够久了，外祖父该出去招待贵客了。好，我现在便去。昭言，你方才说的那副对联，外祖父放心，我会令人将其毁去，另择新联替换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康郡守，宋老太爷府上真是清雅至极，本官府邸与之相比，只如草窝见华羽啊！康郡守谬赞，草民实在是羞愧难当，招待不周，还请诸位海涵。宋老太爷太过谦虚了，若真觉过意不去，不如将墙上那幅墨竹图赠予本官如何？墨竹图？什么墨竹图？要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又是一首传世之作。季昭言能以王八无耻之联将宋家逼入绝境，又能以墨竹图引康郡主动心所要，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不过如此。他腹中究竟还藏着多少锦绣？归云，这幅画不是本就要赠予康郡守的吗？你怎么给挂出来？这是因为大哥，康大人既已开口，也无需遮掩。大人，此画确是大哥欲赠大人，只是宋家终是商贾，贸然赠画恐惹闲言，毁了大人的清正廉洁之名，故而先悬于厅中，请诸位贵客们都先瞧瞧。这的确只是一幅寻常画作，如此再赠大人，方免后顾之忧。你这话说的对也不对，这却只是一幅画，却非寻常画作。
这墨竹，这诗词，这题字笔法，处处皆是珍宝啊！就你会卖人，抢我风头。康大人喜欢便好，那本官便收下了。本官也不白拿，便为你们带个好消息。皇上已决议御赐宋家牌匾，再过半月，宋家又该大摆宴席了。这传言竟是真的！哈哈哈，老太爷切莫太过激动，往后欢喜的日子还长着呢。雪梨妹妹，东明先生都没对出来的对子，竟被你对出来了，你可真是厉害！你快说说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季大小姐来了。敢骂我是傻子，我让你当众出糗。长姐，这儿没外人，你就把脸上的帷帽摘了吧。我们这些小姐妹都自小熟识，没人会笑话你毁了容的。大表姐毁容了，快让我瞧瞧！宋二小姐自重。周妈妈，你疯了不成？竟敢对我动手！二姐姐，你的下人还管不管了？表妹，周妈妈如今是长姐的下人，不过你也太过冒失了，怎可直接去掀长姐的帷帽呢？本就长得不好看，又胆小如鼠，毁了容正好，躲进老鼠洞去，也省得……你一个刁奴，竟敢！大表姐，你竟纵容一个下人如此放肆，你是想扰乱我们宋家宴席吗？大小姐，您请坐。多谢。不客气。厉导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带下去处置吧，吵得很。大胆贱婢，谁准你走了？快来人，把他追回来！老太爷吩咐，请两位小姐即刻回院抄写佛经100卷。什么？乔管家，祖父怎会下这样的命令？分明是季昭言。老太爷说了，两位小姐心浮气躁，口出恶言，需抄经静心。今日宴席要紧，奴才劝两位小姐莫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抄写绯珠这么简单了。大家都愣着干嘛？坐呀。大小姐，您尝尝这龙眼甜不甜？你叫什么？是宋家哪一房的？回大小姐，我叫宋寒之，出身旁支，祖父是宋文礼。宋家即将开办族学，允许女子同入。开办后，你去找宋老太爷，他会给你名额。这大小姐，我们这一脉，你尽管去，其余不必在意。是，多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茶凉了，我给您换一杯。大小姐尝尝这蜜饯，可爱合口味。这些人竟被季昭言三言两语唬住，一个个谄媚至此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他真能在宋家当家。长姐，我怎么没听说宋家要开办族学？这等要事，自是没必要跟你说。我只是提醒你，不要胡乱许诺，日后做不到，还得连累我与二姐姐担上好吹嘘的污名。不必等日后，你现在便将口无遮拦、不敬长姐的名挂稳了。三妹就喜欢跟长姐开玩笑，好在这里都是自家姐妹，不会外传。几位小姐，齐贤楼掌柜送来许多花卉贺礼，老太爷担心小姐们宴饮无趣，特让奴婢来请，诸位可随意观赏，不必拘束。有花可赏，自然该去。三妹妹，我们走。你们也去瞧瞧吧。是。几日不见，江大人不查案，改当劫匪了。我就知道江大人舍不得伤我。季大小姐好威风，说服宋老太爷夺权，敲打季家姐妹立威，还不忘拉拢旁支收买人心，真是忙得很。原来那日江大人看我，竟是这样的感觉。季大小姐很怀念与我亲近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。江大人名满云朝，位列九卿，我能得与大人亲近，自然念念不忘，彻夜思量。是思量如何算计本官，为你铺路吧。大人此言差矣，我是为我们的将来铺路。我可时刻惦念着大人的身体呢。少在这花言巧语，你费心图谋掌控宋家，
想做什么？江大人待我冷若冰霜，还想探听我的计划。宋家跟本案有牵扯，你若执意插手，本官不得不怀疑你跟此案也有干系。那你抓我吧。都过了这么多天，这痕迹竟还未消散。你要阻拦本官查案？大人怎能将协助说成是阻拦呢？听闻近来药材价涨，黎阳百姓多入山挖药，看来大人已圈定范围，只差那丝矿具体方位了。讲不到我随口一猜尽中了，大人可需要我帮忙，也不必您多做什么，只需略略牺牲一下身子，我便一定。我的血蚕宝宝，如今可正需你的血。别以为你替宋家造势，捏着他们欺君之罪的把柄，便能掌控宋家。宋家远非你表面所见这般简单，宋老太爷也早非一言九鼎的家主了。你查到了什么？宋家老夫人早逝，能被称老夫人且与宋家相关的，就只剩下我那位去上香祈福的祖母季老夫人了。这纸上有一缕极淡的苏合香气，应是写信人所留。多谢江大人提醒。以珍珠藏毒，季大小姐的手段，可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！江大人不必慌张，你不是提前服了解毒丸吗？他怎会知道？大人好奇我是如何知道的？大人表面对我冷若冰霜，实则心里对我在意的紧，收到对我不利的消息便即刻送来，这便是明证。想来我说过的话，您定是字字记在心里了。主子，宴会快结束了，康郡守正找，属下再去帮忙撑一会儿。您二位继续。难怪主子之前总盯着人家瞧，原是瞧上了，借口更换衣裳，迫不及待的便来一亲芳子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别再插手宋家的事，否则你做了什么？大人，上次我提醒你，再见我需提前服解毒丸，其实话只说了半句，提前服用也无用，但至少不会显得你那么傻。你对我家主子做了什么？江大人，快管管。退下。主子，你家大人奔波劳碌，病体难支，还不快来扶住？你们看错了吧？江大人只是更衣，怎会来此偏厅？是啊，这偏厅乃女眷宴席之处，江大人谦谦君子，断不会。江大人怎么会？江大人突感不适，头晕欲眩，正巧被小女撞见，与朔风护卫一同扶来偏厅暂歇。外祖父，快请大夫！快请大夫！这是怎么了？方才还好端端的。大人日夜忧心案子，好几日没睡好了。大人尽职尽责，实在令人钦佩，可也该多注意身体才是。老诸位挂心，本官也未曾料到竟会遇到这等意外。江大人身体不适，不如就在府中住上一晚，待好些再回。江大人身体要紧，万不可来回颠簸，若病情加重，反更误查案。也好，那就叨扰宋老太爷了。哪里，老朽这便命人收拾客房。既然费尽心思要我留宿，那你也别走了。方才本官眩晕难支，幸得季大小姐援手，为扶住本官，她似将自己撞伤了。赵岩，撞到哪儿了？可严重？没事的，外祖父，只轻轻撞了一下。本官瞧着是撞伤了腰吧？还是劳烦宋老太爷请个医女过来，为季姑娘瞧瞧。她可是我的恩人。恩人好啊！今日昭妍成了他恩人，若能更进一步，宋家便算抱上一株参天巨木了。好，老朽这边去请。昭妍既身上有伤，也莫走了，住上一晚再说。也好，让二妹妹、三妹妹一同住下吧，姐妹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好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分不清谁是你主子了。这是姐姐的院子，凭什么要让给季昭妍？两位小姐，这是老太爷的安排。季大小姐只住3、2日，她一走，院子自然还是归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还得对那小贱蹄子感恩戴德了。两位主子，小声些，老太爷听见要动怒的。祖父真是老糊涂了，那季昭妍又不是姑姑亲生的，跟他没半点血脉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他们一老一少。
以为如何？孽障，跪下！祖父，妹妹是气恨了，才一时口不择言。你3位表姊妹，不过是借用院子几天，略微懂些事儿的孩子，都知道该欢欢喜喜的招待。你们有什么好气的？外祖父不必动怒，仔细气坏了身子，还是不用你在这假好心，还是直接动家法吧。每人10鞭，再罚去祠堂跪到我们离开好了。你疯了！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？祖父，需要听这小贱蹄子。这也是你一个闺阁小姐能说出来的话。来人，就按赵爷说的办，请家法。祖父，我们可是你的亲孙女啊！你真当听齐昭爷一个外人的话，重罚我们？外祖父，玉不琢不成器，如今多少眼睛盯着宋家，2位妹妹性情莽撞，口无遮拦，迟早为家族招祸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没听到赵爷说的话吗？祖父，饶命啊！祖父，孙女再也不敢了。我可怜的女儿们。苏荷香找到写信人了。父亲，不知2个丫头做错了何事，竟让您动如此大怒。你自己问他们。爹爹姨娘，你们要给女儿做主啊！季昭言要抢我们的院子，我与姐姐不过抱怨几句，外祖父就要打死我们。公爹，都是妾身的错，没能教导好2位小姐，您要罚就罚妾身吧。外祖父，听闻2位妹妹皆是韩姨娘教养，子不教，母之过，她们养成这般性情，定是姨娘教导无方，一并罚了吧。父亲，咱们自家的事儿，还是关起门来解决，不要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昭言是我的外孙女，怎么就是外人了？我早说过，女儿该交于你正妻教导，你偏执意交给妾室。你瞧瞧，都教成什么模样！来人，将韩姨娘按住，一并打！父亲，你若敢求情，今日我连你一起打。老爷，您不必疼惜妾身，是妾身未能教好小姐，妾身愿意领罚。打！来人，把他们3人给拉下去。外祖父，可怨我心狠。怎会？赵言，你和江大人，他是我的人。大小姐，老太爷不是腿脚不利索吗？怎么连拐杖都不用了？且奴婢瞧着走路虎虎生风的。心中有盼头，自是活力无限。方才在偏厅，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江大人的护卫十分客气，只是将奴婢带出偏厅，并未为难。那就好，将被褥更换新的，我要休息。是。那个主子，在偏厅，属下真不是故意闯进去打扰您好事的。没事。主子，您这眼神看得属下凉飕飕的，您真的不生属下的气？不气，毕竟以你这脑子，活到现在实属不易。其实也没多难，我娘说我小时候可好养活了，给饭就吃，给饭就吃。主子，属下怎么觉得您在骂我呢？你闻闻，有点香，这味道像是季大小姐身上的，跟主子您说话一样，一接触就让人心里发凉。竟然不是在纸张下毒，他究竟是如何出手令我中毒？还有，他为何要暗中下药，将我留在宋家？把这密信原封不动地送回传信人身上。主子，好不容易截下来，又给送回去。让你去就去。好吧。自从失了清白，主子是越发任性了。我这就去喊大夫。姨娘，季昭言那贱人竟敢撺掇祖父打我们，我要他死！姨娘，我好疼。玉儿、小儿，莫哭，敢在宋家撒野，姨娘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刘妈妈，姨娘有何吩咐？你速去将宋寒之的马车弄坏，
再以二老爷名义，让他今夜送在府中，随后让他亲手做一盘点心，以赔罪探视为名，给季昭言送去。你想办法将这破魂散掺入馅料里，记住，必须让他亲眼看着季昭言入口，清楚没有？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玉儿、小儿，你们的委屈，姨娘会连本带利替你们讨回来。姨娘，这样会不会查到我们？查？点心是宋寒之亲手做的，亲手送的，与我们何干？要查也是查他旁支心怀怨恨，毒害嫡出大小姐。季昭言，你别以为得了家主令就能掌控宋家。宋家真正的主子从来不是老头子，而是季老夫人。大小姐，宋家旁支那位小姐在门外求见。宋寒之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见过大小姐。你今晚也在这留宿了？是，我的马车不知怎的坏了，二老爷心善，吩咐人留我一晚。别傻站着，坐吧，找我何事？也没什么。二老爷说两位姐姐不懂事，惹您动怒，让我来瞧瞧，看您气可消了，莫要伤了身子。原来如此。这点心瞧着倒是别致，从前从未见过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味道不错，吃起来有股桃花香。都用了什么？糯米粉里掺了山药粉，用蜂蜜与糖调味，馅是桃花酱，还加了些莲蓉，用料可真不少，有心了，我很喜欢。要不是我味觉敏锐，都吃不出里面下了毒。大小姐若喜欢，回头我便将方子写下，给您送过来。好，你住在哪个院子？府中屋舍紧张，我被安排住在听水阁的厢房。今天宴会嘈杂，你又做了半天点心，回去后好生歇着，莫要再走动了。是，那大小姐慢用，我先走了。大小姐，其实容貌不过是皮囊，能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您不必太在意旁人怎么说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大小姐，那宋寒之出门直奔听水阁，半路上被韩姨娘身边的侍女拦住，不过那侍女只是问了2句话便离开了。果然，大小姐，难道那宋寒之有问题？不过被人当枪使了，回头还得当替罪羊。这点心有问题。我的大小姐，您都猜到了，怎么还吃了？奴婢这就去请大夫。不必。奴婢急糊涂了，忘了您会医，您快服解药。大小姐，这下的什么毒？破魂散，能令人痴傻疯癫。是谁这般阴毒？可要告诉宋老太爷。捉贼拿赃，但是这般点心还不够，需拿到铁证，才好让外祖父看明白，这看似和睦风光的宋家，究进了条怎样的蛇蝎。您的意思是，这蛇蝎还会继续下手？我在宋家出事成了疯子，父亲岂会罢休？最好的法子是既害了我，还能办个好人，不得罪季家。害了您还要装好人，真是好处占尽。这等毒物，大小姐定不能放过。放心，我最擅长的便是料理这等毒物。开始了吗？周妈妈，你去姜树白院中，入内后拧开簪头，将此药粉混合撒在地上。大小姐，天色已晚，奴婢贸然去寻姜大人，会不会被拒之门外？不会的，他若问你来做什么，你就这样说。行，奴婢这便去。主子，时辰不早了，您早些歇着吧。不急，
热闹还没上场呢。大半夜的还能有什么热闹？主子您真会开玩笑。大人，季大小姐身边的周妈妈求见。大人，季大小姐身边的周妈妈求见。热闹这不就来了？将人带进来。是。奴婢见过江大人。发生了何事？大小姐没事，就是让奴婢传话。传什么话？大小姐说，知道你想她想得睡不着，所以专门做了样好玩的东西，让奴婢给您送来，以解相思之苦。难怪刚才主子不愿意休息，原来是相思难眠啊。什么东西？你做什么？大小姐说你一会儿就知道了，她还说……她还想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小姐说这药瓶给您留着，全当做是同府共眠的信物。啊，这离同床共枕还远吗？这，大人，您快收着吧，好歹是季大小姐的一片心意。糟心的朔风，等回到京城，本王定要将你丢去庄子上养猪。东西本官收了，你小心有蛇！主子，您爬到桌子上站着吧，站得高不容易受伤。快保护江大人！江大人可还安好？韩姨娘，你来做什么？老太爷，妾身有法子。江大人，府中疏于防范，竟出此等祸事，大人可无恙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小姐察觉有毒物，恐江大人有险，特命奴婢前来示警。老太爷，大小姐院中毒物可清除了？赵岩的院子也有毒蛇。瑟风，立刻带人去季大小姐院子，将人救出来。是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老太爷忧心外孙女，本官陪您一起去看看季大小姐吧。江大人，外面说不准还有毒物，要不您还是江大人等等劳求。江大人，主子都解决了。主子可真是关心季大小姐，派我来还不够，定要亲自过来瞧一眼。季大小姐情况如何？赵岩，你怎样了？外祖父，快封去屋内！来人，快请大夫！我下的分明是破魂散，怎会吐血？难道糕点里的毒用错了？你伤这么重，怎么还乱跑？我听闻院里闹毒蛇，正好有药，特过来驱赶。脉象紊乱急促，气血逆冲。这是蛇毒攻心之兆。大夫先施针，快备药材。大小姐并未被毒蛇咬伤，怎会中蛇毒？周妈妈，你可检查仔细了，是否被咬伤了？没发现？奴婢仔细查过，大小姐身上确无伤口。难怪将我留下，原来是把我当工具。等此事了结，本王定要好好会一会。在中蛇毒只有被咬一种可能。回大人，若误服蛇毒，也会出现同样症状。误服？大小姐整天待在宋府，晚间所食皆是宋家所供，怎会误服蛇毒？周妈妈，你这话是怀疑我宋家害了昭允？奴婢不敢，只是人在宋家，总不能是这毒从天而降，落入大小姐口中吧？周妈妈，你仔细想想，昭妍入口的东西可有什么特殊的？回老太爷，并无特别，都是膳房送来的。傍晚宋寒之小姐曾送来一份糕点，大小姐傍晚所食只剩这些了。这是此物，馅中掺了蛇毒。立刻把宋寒之带过来。江大人，您看。宋老太爷问话去。宋寒之，这盘糕点可是你做的？是。在里面加了蛇毒，要害表小姐。没有，我绝无添加贪污，我是在小厨房做的，材料皆取自厨房采买。我说他的马车怎么突然会坏？原来是想借机留下来害人。韩之跟表小姐又没有过节，他怎会想着害人呢？怎会没过节？哼，韩之父亲名下原有2家药材铺，
后经营不善，变卖抵债，那2间铺面如今正落在季家名下。当时腾退铺面，闹得极不愉快。韩之父亲还被季家仆役推倒，在床上休养了3个多月呢。不是，旧怨早已解开了，马车是自己坏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老太爷，这2名膳房下人主动来报，他们说瞧见宋小姐往点心里撒东西。我没有撒东西，还在听水鹅窗下泥土中挖出一个空药瓶。的确有残余蛇毒。混账东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宋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个心思歹毒、度量狭小之辈？江大人，您看。宋家是把本官当成傻子了吗？大人息怒！大人，这有证据。本官与季大小姐皆是临时留宿，事出意外，宋寒之如何能未卜先知，提前备下蛇毒？即便他真存了害人之心，大可将毒下在宴席菜肴之中，只要不蠢，就绝不会将毒药下到自己亲手做的点心里。江大人言之有理啊！不好，这江大人竟如此敏锐，绝不能让宋寒之脱罪。江大人，放肆！大人未许你开口，竟敢打断大人断案，不敬钦差，掌嘴识相！来人，掌嘴！妾身知错，大人息怒。陈颖，验那2个挖出药瓶的下人。大人，2人指缝洁净，周身无半点泥土污迹，且一人臂上有蛇类脚痕，袖口沾有蛇液，足见其所盛药瓶绝非自土中掘出，而是临时捕蛇取毒，伪造证物。完了，拖下去，打到招供为止。是。江大人饶命！奴才是听命行事，是韩姨娘指使我们这样做的。江大人可真是威风啊！真想早点把他带回去收藏起来。一派胡言！韩姨娘一直在这儿，如何指使你们？是韩姨娘身边的刘妈妈，她吩咐奴才2人制造证据，说是为了救宋家，需将罪名定死在宋小姐身上，方能洗脱宋家嫌疑。妾身冤枉！妾身得知有毒物横行，便连忙带着药粉过来帮忙。从刚才到现在，从未见过刘妈妈，怎可能吩咐她做事？大人若不信，大可把刘妈妈叫来，妾身愿与她当面对质。江大人，这些下人偷奸耍滑，曾被韩姨娘下令责罚过，他们定是心存怨恨，故意出言污蔑。放肆！大人时间宝贵，岂容你再次扯皮？好你个季昭言，我在这辛辛苦苦帮你铲除祸端，你竟躲在床后面吃起了东西看戏。这种小场面不至于把他难住吧？我可是送了份大礼，他要是拿不到，我定要好好嘲讽他一番。朔风、陈颖，使我令牌，带人封了韩氏的院子，一寸一寸的搜，若有阻拦，以同谋论处。是。江大人，宋老太爷，你最好祈祷，不要搜出什么让宋家万劫不复的东西来。江大人，宋家便是向天借胆，也绝不敢谋害您。今日变故，本官只信证据。大人，韩姨娘的院子里搜出许多药材，另外在刘妈妈身上搜出一个粉包，经查验，里面装有驱使毒物的药粉。带下去，细审。大人放心，最迟2刻钟，便是他铁嘴钢牙，属下也给他撬开条缝。大人冤枉啊！老爷，快救救妾身！老爷！父亲，您快帮韩姨娘求求情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韩姨娘精通医理，这些年为您与我调养身子，院中有药材有何稀奇？除了他，府中还有谁能讲出这般风浪？定是苗氏，他早就看韩姨娘不顺眼，借机生事也是有可能的。苗氏，宋二老爷的原配发妻，自韩姨娘入府便被逼得长居佛堂，吃斋念佛，便是这般不争不抢，仍要被这薄情郎推出来挡灾，真是可悲。你这逆子！老爷快救我！妾身冤枉！
老实交代。是妾身让刘妈妈下的毒。快给我快点！是季昭言一来便抢我女儿们的院子，还害我们受惊刑，我怀恨在心，便让刘妈妈去坏宋寒之马车，留他宿在府中，再命他以赔罪太师为名，给季昭言送点心。妾身只想害昭言，从未想牵连江大人。蛇蝎毒妇，你这是看我宋家刚有起色，就要拉着全家人下地府吗？大人，刘妈妈也招了。原来刘妈妈与韩姨娘竟皆是季老夫人安插在宋家的眼线，我下午才将线索递给季昭言，入夜他便借我之手将人人根拔起，真是干净利落。宋老太爷，这张供词你也看看。老太爷，您撑住啊！你这个毒妇，还我孙儿性命！来人，将这毒妇乱杖打死！父亲手下留情，韩姨娘纵有错，也罪不至死啊！你自己看，我与苗氏的2个嫡子都是你毒死的，你还给他下了堕胎药，绝了他的身子。不，老爷，刘妈妈被人收买了，她在诬陷妾身，妾身没做过。你这个毒妇，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！江大人，草民要报官，韩姨娘谋害我外孙女，险些令其丧命，草民要她以命相抵。另外，劳烦大人做个见证，草民要与这逆子断亲，将他这一脉逐出宋家。父亲，这老头子还不算糊涂，倒是可以将他身子调养妥当，让他再为我效劳20年。江大人，我外祖父年事已高，遭此打击必定痛彻心扉，还请您体恤他年迈，让他起来吧。这个女人都快把宋家拆了，这会儿倒出来扮懂事装乖巧。朔风，扶宋老太爷请。季昭言没说大话，他真的和江大人有私交。季大小姐身子如何？可还难受？不愧是大小姐，在江大人的问话下，还能如此气定神闲。还是不太好。给你根杆，你倒真顺着往上跑，也不怕摔着。多谢大人明察秋毫，为我讨回公道。只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不忍宋家颜面扫地，报官便罢了，关其省担人处置了便好。昭言啊，这真是委屈你了。江大人，你看这……随你们。多谢江大人。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交由2夫人苗氏处置。另外，开祠堂，请族谱将宋2一脉逐出宋家。至于苗氏，他若愿和离，嫁妆悉数归还，另赔5000两；若不愿，可继续留于宋家，宋家供养他终老。这番处置算得上周全，不过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险些将昭言给忘了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你本就体弱，如今又中了毒，不知何时能复原。我在城西有处温泉庄子，最宜养身子，便赠予你，全作补偿。外祖父不必自责，此事非您之过，谁能料到韩姨娘心肠这般歹毒，庄子便不……这是外祖父的一点心意，不许你拒绝，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就让人将地契给你送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既如此，昭言就谢过外祖父了。这才乖。缺什么药材尽管说，外祖父再为你寻几位名医，定要将你身子调养得健健壮壮。季昭言想利用宋家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一家老小各顶各的好便宜。今夜惊扰大人，草民实在不知该如何赔罪，心中愧作难安。宋老太爷方才提起的那处温泉庄子，本官也十分有兴趣。他想干嘛？这大人若喜欢，那不如把那处庄子送……可惜老太爷已将它赠予了季大小姐，若有机会，本官倒极想去瞧瞧，不知季大小姐可欢迎？被他戏弄了那么多次，也该让他尝尝被人戏弄的滋味。好，这昭言啊，哎呀，大小姐怎么晕过去了？大夫，快来瞧瞧！这晕的可真是恰到好处。大夫，定要好生为季大小姐诊治，时候不早，本官就先回去了。草民恭送江大人。昭言，你还好吗？
劳外祖父挂心，已无大碍。没想到韩姨娘和刘妈妈竟是季老夫人的人。今日他们出事，老夫人那边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可要小心啊！外祖父宽心，纵有万难，我也会撑住。此番能拔出这2枚钉子，您这边安稳了，我与父亲也便多了一重依仗。好，那你便在庄上多将养些时日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回去，再不走，那小心眼男人定要过来找我算账了。不行，你身子尚未恢复。外祖父，季家内里之复杂，远超您所想，尤其是祖母那头，我必须尽快回去，早做筹谋。我知道了。管家，即刻备车，多铺软褥，万勿让昭妍受了颠簸。再将我库中那只500年的老山参取来，一并让昭妍带上。是。多谢外祖父，这么晚了，还要您为我费心。说的什么话？今日若非你机警，让周妈妈及时示警江大人，只怕祸事已酿。江大人肯高抬贵手，不深究宋家，也全是看你的情面。这些外祖父心里都清楚。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对了，外祖父，有一件事要麻烦你。2妹妹和3妹妹那边，劳烦您发个脾气，把她们2个赶回季家吧。这是何打算？劳夫人素不喜我，您若待我和妹妹们亲厚，反会招她迁怒母亲。在时机成熟前，我们明面上的关系自是越僵越好。至于母亲那头，我自会暗中看顾。还望外祖父严守秘密，莫要泄露我如今执掌宋家之事。昭妍，你这孩子真是太会为别人着想了。一家骨肉亲，外祖父说这话可就见外了。好，外祖父这就去赶人，定不教外人瞧出半分破绽。2表姐、3表妹，外祖父听信季昭妍谗言，就要将我们逐出宋家，求你们快为我们说情，我们不想被赶走啊！什么？他季昭妍怎敢如此无法无天！2个孽障，还不快滚出来！祖父来了，2表姐、3表妹，你们快帮我们求求情！3妹，外祖父，不知2位表姐犯了什么错，竟劳您要把她们赶出去。你就是这般与外祖父说话的？外祖父，我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手伸得太长，管到我宋家来了。外祖父，雪玲年纪小，心直口快，加上担心自家姐妹，所以才……你也关心姐妹？自然。那偏厅之中，季雪玲当众讥笑昭妍容貌尽毁时，怎不见你站出来忧心姐妹？我们这些小姐妹都自小熟识，没人会笑话你毁了容的。关心从非空口白话，更非事后站出来装大度显懂事。我不必说了，来人，将宋晓和宋瑜押出去。祖父，你竟为了季昭妍不要我们2个亲孙女，那个贱人给您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会后悔的，你等着，你真的会后悔的。把他们的嘴堵上，我要扰了府中清静。这可是老太爷的亲孙女，说逐便逐了。季昭妍究竟使了什么手段？你们也走吧，我宋家庙小，容不下心思大的人。外祖父教训的是，孙女与3妹妹确有不妥，不该在宴席上当众揭长姐伤疤。你不必同我认错，我不知季家如何教你们，但宋晓、宋瑜2姐妹纵是没脑子、性子歪，对外却从来齐心，一致进退。你们好好想想吧。来人，送2位表小姐出府。外祖父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难不成一朝得势，连我们这些外孙女都不看在眼中了？太过分了！别嚷了，走吧。混账东西，一点眼色都没有吗？信不信我？哟，这不是备受外祖父看中的长姐吗？怎么，也被连夜赶出来了？留着点力气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季昭妍，我们的马车呢？你给我回来！如此黑，保不齐季昭妍又准备了多少毒。怎会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没有？
笨死了。好你个季昭言！今夜若逮不到你，本王就不叫裴怀迟。